香港大火终于扑灭了，截止目前为止，已有94人遇难，让人心情无比的沉重。这场大火从下午烧到晚上，从1栋楼烧到5栋楼，最后又烧到7栋楼。楼里面以老人居多，楼层又高又密。初步调查发现，大厦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物料疑似不符合防火标准。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火势难以控制。这样一来，势必对香港房地产和股市造成巨大冲击。短期内最直接的影响肯定是着火的那个小区鸿福苑，以及和它情况差不多的那些老旧楼盘。你想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潜在买家心里肯定会打架，会对这类有年岁的楼房、正在维修或者管理可能没那么完善的小区产生安全疑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手里有笔钱准备买房，看到这样的新闻，是不是也会更倾向于多花点钱去买那些楼龄新一点、管理维护看上去更靠谱的楼盘？所以我觉得短期内那片区域以及类似的老旧屋苑交易可能会冷清一阵子，价格说不定也会承受一些压力。听说保险理赔金额高达20亿，这本身就反映了灾害对财产价值的巨大打击。那从中长期看呢，我觉得关键要看当地的反应。这场大火很可能像过去几次重大火灾一样，成为一个催化剂，逼着整个社会去反思和改变。我猜啊，接下来香港很大概率会大幅收紧建筑安全监管，特别是针对外墙维修工程用的那些材料。比如是不是还得用竹架子、防护网，能不能用更防火的这些规定，一旦严格起来，开发新楼盘的成本肯定会增加，以后老旧小区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会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多多少少会反映到房价或者管理费上。另外，保险公司也不是吃素的，经过这事儿，他们对老旧楼宇或者正在施工的楼盘，楼盘保费很可能要上调，这等于增加了持有房产的成本。往大了说，这场火灾可能会悄悄改变大家的购房偏好。历史上有过先例，比如几十年前的石土尾大火，就直接催生了香港的公屋制度。不过要理解火灾对房价的影响，绝对不能脱离香港寸土寸金这个超级背景板。为什么香港房价能这么高到让人绝望？说到底还是一个最基础的供求关系问题的太少了。别看香港总面积不小，但那么多山，那么多受保护的郊野公园，真正能用来建房子的地非常有限。政府卖地也比较谨慎，有时候为了稳定市场，还会主动减少土地供应，这就导致房子永远感觉不够住，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有个学者说的挺有意思，他说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带有很多投机色彩，本身就成了资本游戏的重要一环。结果就是普通市民的房价收入比高的吓人，住房问题成了最大的民生痛点之一。为了应对这个难题，香港搞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共房屋系统，就是耶昂森 G 朗邦。咱们常说的公屋和居屋，差不多有近一半人住在各种形式的资助房屋里。这次着火的鸿福苑其实也是居者有其屋计划下的房子公自屋先董事体系，确实帮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的问题，功不可没。但它也有自己的挑战，比如一些大型公屋社区像天水围过去就被讨论过规划问题，担心瓦雷主就业机会和社区配套没跟上，容易产生社会问题。怎么能把公屋社区建得更有活力，而不仅仅是睡城，是个大学问。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埔这场火灾短期内的确会给局部楼市泼一盆冷水，让一些老旧楼盘价格承压，长期则会推高建筑安全和维护的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香港在土地供应、城市更新和住房安全方面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在寸土寸金这个基本盘不变的情况下，任何这类突发事件，其影响都会被这个特殊的环境放大和扭曲。说到底，要想真正让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买得起房，根本出路可能还是得像当地意识到的那样，想办法去增加土地供应，并且更聪明、更高效的去利用每一寸宝贵的土地。这场火灾的教训是惨痛的，但也可能是一个促使社会凝聚共识、推动实质性改革的契机。除此之外，大家要考虑的是，这场悲剧之后，香港的资本市场会怎样？钱会往哪里流？这里有没有我们普通人也能看懂的机会和风险？
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情绪化的，但真正的机会往往藏在情绪的背面。当坏消息占据头条时，很多好公司可能会被错杀，而一些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行业反而会迎来命运的转折点。我们先说说这个错杀。火灾一发生，你猜市场会先抛售什么？肯定是地产股、保险股。这很正常，大家会觉得老楼出事，所有地产公司都可能被严格审查，保险公司要赔一大笔钱。但我们要有逆向思维，香港所有的地产公司都一样吗？当然不是，那些主要资产是崭新的写字楼、商场或者手握大量未开发土地储备的优质开发商，他们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这场火灾而改变，但他们的股灾价很可能因为市场的恐慌情绪而被一起拖下水，这对长期投资者来说，说不定反而是一个黄金坑。为什么？因为这场大火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所有人，香港的城市更新再也等不起了。全港有超过 2.7 万栋楼龄30年以上的旧楼，这个旧改的蛋糕太大了，政府要推动这件事，最后还得依靠那些有实力有经验的开发商，所以那些被情绪错杀的好公寓、湖泥、湾岛斯反而可能因为未来巨大的城市更新需求而价值重估。不过做香港市场的投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看政策的风向标。香港有个特点，重大有个特点，重大公是数行共事件往往是政策强力改革的催化剂。接下来我们普通投资者要像侦探一样紧盯当地的几个动作。第一，会不会设立一个1000亿旧楼改造基金？10到10，如果这个消息落地，那对本地的建筑商工程顾问公司就是天大的利好订单，会像雪片一样飞来。第二，法规标准会怎么升级？会不会全面禁止竹架？会不是行号？会强制要求所有旧楼必须达到新的消防标准，这些具体的条文直接决定了哪个行业能吃饱饭。第三，政府的钱会补贴给谁？比如政府可能会拨款专我呢唱门帮贫困老人住的旧楼更换消防栓，或者补贴安装智慧报警系统，这些补贴流向哪里的需求就会爆发。所以总结一下，面对这样的悲剧市场的智慧不在于跟着大家一起恐慌，而在于保持冷静，去分辨哪些是假摔，哪些是真机会。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能力，从悲剧的重建需求中看到产业挖信多的未来，从政府的政策文件里解读出投资的密码。这听起来很冷酷，但这就是资本市场运作的现实逻辑。当然，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最重要的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场大火烧的不仅是香港的一角，更是给我们所有中国大城市提前拉响的关乎未来的刺耳警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内地很多城市正在走香港走过的老路。想想看，上海、深圳、广州那些在90年代、0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立起来的高层住宅楼，现在楼龄也20-30年了，正集中步入需要大修的中年危机。香港大火中致命的立体燃烧烟囱效应，其根源就是老楼易燃材料和密集施工叠加。我们的很多老小区同样面临着外墙保温、材料是否安全、消防设施是否老化、楼道是否堆满杂物的现实问题。香港的今天绝不是一则与我们无关的遥远新闻，这迫使我们必须要反思几个非常无给后市现实的问题。第一，我们房子的养老金还够用吗？我们买房时交的维修基金，很多老小区账户可能已经见底了，未来需要大规模修缮时，钱从哪来？这直接决定了安全隐患能否被真正根除。第二，我们经历的消防演练到底是保命课还是走过场？很多演练就是下楼签个到，但真正的火厂里小火快跑大火关门的原则有多少人掌握？特别是我们很多社区老龄化严重行动不便的老人，邻居火灾时如何有效疏散，这绝不是纸上谈兵能解决的。第三，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的旧城改造本身会不会制造新的风险？香港这场火就起于修缮时的脚手架，我们的改造工程如何避免在加装电梯、外墙翻新时，因监管不严，使用易燃材料而成为新的火药桶？
所以这场悲剧逼着我们全社会重新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大的成本？过去我们可能更关注房价涨跌、学区好坏，但现在建筑安全必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既是巨大的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它倒逼政策更关注城市更新的质量推动，消防设施升级、消防通道治理。它也为那些能提供真正安全解决方案的产业，比如可靠的防火建材、大于 S 师、往导进、防里校的智慧消防系统、专业的应急管理服务，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说到底，这场火警是我们城市发展的核心，不应只是摩天大楼的高度和 GDP 的速长度，更是守护每一个家庭最底线安全的温度。我们对于住房问题、房价问题应该更加谨慎，要以安全为要。你觉得这次大火之后，房产界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内地的房子会有影响吗？